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为什么我煮的腊肉啊、香肠这些总是没有别人的香，吃起来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？其实呢，可能是你做法上面没有搞对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香肠、腊肉在四川最常见的吃法，到底是蒸还是煮？你们跟我一起来看看。香肠、腊肉、酱肉一样取了一点下来。 加热水先清洗干净。这个腊肉和酱肉，不管你怎么吃，肯定都要洗干净。还有就是一定要用热水才洗得干净，冷水的话你越洗越油。不管是蒸也好，炒也好，还是煮也好，咱们都得先把它煮熟。当然蒸的可以直接把腊肉给它泡几个小时，皮泡软之后切了蒸。但是从我个人的情感角度来说，煮一下。 效果会更好。烧开过后，把这些浮油打掉，溢出来一点，打掉一点，不然它会扒在肉上面。再给它煮个半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煮肉的同时，来准备点萝卜根儿，加入温水，先给它泡发一下。香料再来准备一点四川的这个特色蔬菜，它的名字叫做折耳根。 这个名字一出啊，有的朋友就已经闻风丧胆了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香了。把它拿起来码整齐，然后再把这些须全部给它扯掉。折耳根在我们川南方向，就是内江自贡一带，更喜欢吃这个根。在成都方向的话，就更喜欢吃叶。吃不来折耳根这个味道的朋友，你听我的，你要去细细的品味。 你才能够觉得它是香味。如果你放到嘴巴里面一下子就嚼两下就吞了，你就感觉不到香，觉得很难吃。当你细细品味的时候，哇，真正的是好香啊！码整齐的折耳根，把它切成节，用刀切就比刚才我们一根一根的灭断会快很多。全部放清水，再额外来几根豌豆颠，插一个颜色好看漂亮，几根就可以了哦。 泡好的萝卜根儿，把它切碎。切碎之后更有味道嘛。再来放一点芽菜到里面一起混着。萝卜根儿本来是没有盐味的嘛，芽菜有盐味，和转就变来有盐有味。我们的腊肉跟香肠煮来差不多了，将它露出来。煮好的酱肉还有腊肉，把它切成片，先来切用来蒸的。 好香哦！切开就能明显感觉到，并且这个肉晒得透明的，超级漂亮。比较好看的拿来蒸，边角料这些就拿来炒。这一块肥五花也是，透亮的，让你看起来就想来捏一筷子。巴适噻！香肠打斜刀。 还是切成片。这个香肠你们看一下安不安逸？煮之前是黑黑的，切开里面是红彤彤的。用萝卜根儿还有这个芽菜打底。切好的酱肉一片叠一片的摆上去。酱肉摆完1/3过后，又摆腊肉，还是同样的方法，一片叠一片的挨刀摆。紧接着就是香肠。 全部这样摆起，看起来就漂亮的很喽。中间的话还是摆上2个比较小点的香肠，封个面。这个装盘看起来就巴适惨了。装好碗过后放入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蒸40分钟就可以了。剩下的这个肉就拿来炒。这边先让它蒸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再来炒，到时候2个菜烤要同时出锅。 来一丁点儿油，肉本来就很肥，不要把油放多了啊，不然炒出来很多油。下切好的腊肉还有酱肉，给它拨转。下锅一炒之后，这个肉变得更加透明，更加巴适了，香味也很浓郁，已经散发出来，全是透亮的。炒香炒出油脂，下姜葱蒜、干花椒。 情人，情人，你怎么能够忘记我？全部炒香，先下折耳根，
腊肉炒贼二根，它就不像我们凉拌的哈，是脆的，炒出来是粉的，但是香味是够的。翻炒30秒后下豌豆颠，开始调味一点鸡精，再来一点糖，不要再放盐了，因为腊肉有盐味的。我们吃的时候这2根大肘腊肉吃，就整道菜都是有盐有味，还有鲜味。拨转呢就可以关火出锅。这个看起来真的是食欲满满。我这一道炒腊肉颜值你们能给我打几分？10分是满分。咱们蒸的腊肉香肠也差不多，关火把它取出来。咱们今天的腊肉酱肉香肠的吃法就做好了。整个视频看完，不管你怎么吃，都要先把它煮熟。炒的是特别的香，蒸的呢就比较原汁原味。当然一定要蒸得久一点、趴一点，吃起来它才不会油腻。2种做法都是经典的川味，大家一定要收藏着。家里面的腊肉香肠你就这样子整，好吃的不得了，招待客人也是倍有面子。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。撒够，开整。安逸得很。来，粉丝整片肉啊，炒得香得不得了。你看我就没有停过，让人爱不释手。这样我们要来蒸的，蒸的就先整一片香肠，下面的萝卜根儿，别有一番风味哦。2种味道就如我刚才所说的，超级的好吃。中间的香肠抠开之后，可以抠下面的萝卜根和芽菜了。一个人一次性的吃2盘菜还是很奢侈的，非常的靠谱。